我们这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当初愿意写小巨蛋的计划书，完全是被 King 骗的。这边是登机前广播，最后登机呼叫。这里是机长 King 广播，感谢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本次航班编号 TK0701，将由台北小巨蛋飞往火星，时间是2026年7月1号正式起航。目前航班已经开放登机，请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机。提醒您，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证，不提供承诺结果，也不接受等我准备好再说的登机理由。如果您正在犹豫，不是因为您不够好，而是这是一趟真正会改变你人生的旅程。再次提醒 ，VIP 登机门即将关闭。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人生中有些航班错过了就不会再加开。谢谢您准时登机，再会。我们第一次有一个缝隙，我跟你讲，大家不要以为场刊很简单，小巨蛋几乎是不能场刊，为什么？因为它的档期是满的，也没空给你场刊，所以我们真的是哇，就是一个缝隙哇，硬弄进去的时候，就是他那种，你们刚刚别人也在准备要进场，对，然后呢，那时候 Kim 就给我一个想法，他说，你不觉得就是课办那边很酷吗？因为我们去之前查好了小巨蛋需要多少钱，这样就费用需要多少。那我们就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计划，只要有多少人付这个价格，我们就会回本。所以他那时候那种很 chill 的心态跟我说：“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对，这个招募了几百个人，我们就可以，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他就说，他看着我眼睛，他就说：“难道你觉得我们招募不到几百个人吗？”然后我就说如果几百个人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他说好，那你可以开始写企划书了。好，后来我有一天我就跟我爸吃饭，OK， 叔叔，我就说爸，我们要小巨蛋这样。哦，天哪，这多少钱啊？场地费怎么样啊？我说没有，我想到一个极佳的点子。Share with your father。然后你爸讯息就来了。我说我们就找200个人，好，然后每个人付我们那个什么创业大课的钱，对，我们就可以进去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刚上完创业大课，我爸问我说：“你们上次那个128几个人？”我说200个人。对。他说：“那你已经做过这件事了，为什么你要再去小巨蛋做一次？”感觉要激怒我，激怒李维。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决定，我就不要让他只有这样。对，好，然后这个时候，但他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嘛。那写小巨蛋申请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 paperwork 要写。那其中有一行你要写说你预计会有多少观众。OK， 那我就拿着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 OK， 就是我们要写我们要多少观众，那我就写几百哦，这样。然后他就想看着我说，哦，我忘了跟你说吗？你要写1万。然后我说可是这好像跟我们当中讲不一样。我们就忘了大概9800人，对，也不多啊。他说你就写1万啊，我们会有1万的这样子。然后呢，我隔壁是 Cherry 这样，咚跑进来。他说Cherry 你知道我们要去小巨蛋吗？他说是哦。我说对啊。然后我说但我跟你说Cherry 就说那该不会是你在写吧？我说对，我正要问你，就是呢，这有一个付款周期，你看一下。炸掉。对，然后我们就过了嘛。对，我们就过了。过了完之后呢，连我昨天因为我们昨天在四董会，对，连我们都在讲四董会，说我拿到小巨蛋，他们都超惊讶。我去看你怎么可能可以拿到这个场地的？对啊，都连拿到都很不容易。说对。满足率99.6%的场地，我跟你讲，他超过分的，他多过分，你知道吗？我们决定要去小巨蛋的那一天，我记得是，就是我开始研究是10月22号，好，然后我们过2天飞刘润，然后飞刘润的时候有一个尴尬点，就是 Google Drive 开不起来。What the fuck？ 因为在上海，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上海 Google Drive 就被 ban 掉了，开超慢，而且我 make sure 不是问题，因为海力也开不起来。OK。那就没有人去填那个表单嘛。好，那你们知道我礼拜天晚上飞回来，好，截止日期是礼拜1的下午6点。Oh my god！ 然后礼拜1我们要干嘛？我永远记得礼拜1我们去台中有一个
企业内训。哦，我记得。然后那企业内训大概要下午这样。对。然后下午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去台中，我们是分开去，在同一个定点汇合之后结束，一起搭计程车去高铁，然后就全部就又要分开这样子。然后分开之后。就说：“搭几点车？”我说：“没有，我现在在台中高铁路易莎。你在台中高铁路易莎干嘛？你口渴要喝咖啡哦。”我说：“不是，我在赶小巨蛋的计划书。他跟我相差5-6个小时回台北。我在那边改到，我还打那个小巨蛋，我 make sure 他收到了，然后我才从台中高铁离开。帅，还是蛮帅的，想起来还是蛮帅的。Okay.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偏精彩，就你过来了，你知道吗？他没有一点资历是进不去的，不行。哇，虽然他不能就是说，你们就是有钱，他不能这样，而且不行，而且我跟你说，他们连常看，而且我跟你讲，他是这样子的。你申请之前，你要去申请一个 account， 一个小巨蛋后台的 account， 然后那个账号要过了之后。你才能开始 apply， 你才可以开始 apply。如果你没有那个账号是不行的。他问完这些问题之后，他问：“那时候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活动？”哇，好，那我就解释了一下。干这很硬哎，很硬。如果他真的是小规模的话，他没办法。对。shit。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说，完了之后他就说：“好，你刚申请的账号是哪一个？”终于要问我账号了，是不是？哦，所以有很多的人，对，前仆后继的要去因为他的规定就是你要申请到账号才可以进到后台递交那个简报。哦，就看他的那个时间点。对，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后台，你是递交不了的。就算他在窗口期，你也飞不了。他懒得理你。对，然后他就开了之后，我就跟他说：“哦，我知道，因为他们开的时间很短。我说我知道这个时间很短，那你能帮我确认一下我这个账号什么时候可以开完？”对。然后我们那天他就帮我们开完了。那天中午打电话，他跟确认我们没有问题，他下午就开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写简报，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问他说：“不好意思，那请问一下简报有没有规格啊？”没有啊，你就看是你们以前表演过什么啊？刚刚你说的那一些都给我们看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们可以讲。什么事？那个每一年我们都要做一个新年的命名。哦，对，好，命名。对，然后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对你对什么？他在拉面社讲过啊，他有一点为了是，我们如果今年要给自己一个命题。然后那个命题能够涵盖你1年之内你要做的事。OK。那个命题应该是什么？它是个字还是个词还是个句子还是个形容词？是个形容词，一段句子或一个词汇都可以。那你的是什么？没有，我那个呢？你们的是什么？我比较好奇这个，我等一下可以跟你们讲我的。你要先说你的，你不能每次都最后一个。我今年的对啊，是冒险犯难。我劝你是冒险，不要犯难，你赶快把犯难改掉。对我，还是把它改成精彩冒险，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不要去改人家的。不是他犯，就是他犯难，我们就会犯难呐。你问我的年，好，你用你的呢 ，Peter。新年命名3个字而已，3个字而已，黄承浩。我今年修黑给你了，我 all in 的。可是他7月1号就小娟就表演完了，那你下半年还有黄承浩？哦，我还有纪录片呢。哇哦！你以为？而且搞不好下半年之后我们有新的启发了。对啊。你以为我这样结束，我还要处理后续版权问题？然后如果我们有 feat 某某人，那我们就要把那些东西的合约全部签一签，然后版权申请。哇，我真的可以啦，顺顺利利，快快乐乐，愉愉快快啊！我提醒一下，我10月中开始不在台湾。不是啦，你不能够在。你们不能够在我不在的时候办新的活动。那新年命名啊，定了啦。今年的新年命名是什么呢？小金逃出去。今年新的命名哦，要给一个定义，能够今年1年要以那个词汇往下发展的那个词汇是什么呢？往下发展，好姻缘。动物园。Oh my god！好像没有怎么可能？不是，这就跟我们上个礼拜在录那个2025年的回顾，
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个真太难了。为什么？因为我2025年过得太快乐了，一瞬间。今年也不错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有这个。只有我很混乱的，你们很正常。我就跟你说，我在做小巨蛋觉得最轻松的事情，你们就不相信我。我很难想象7月1号后的世界。我也很难想象。我好像今年的日历最远就到7月1号。我让你们想象一下，7月1号之后是7月28我会出书。干，你要让我多活了他妈27天的靠背。那时候你差不多要从小站走出来了，所以你差不多可以来参加8月的新书发表会。干嘛活到8月啊？815情绪价值课。对啊。OK， 我要活过815。对啊。还有什么？然后还有创业大课嘛？干，那我活过今年的妈的。对啊，我们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已经排完了啦。对，然后我现在就一直想要说服他们把年会移到明年1月，等我回来这样。那明年我们还是会有很大的展演吗？会啊，会吧。等于说，其实我们每一年会做一个比较大的秀，应该是这个理解。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对啊，每一年做一个作品。有课，然后也有一些表演，也有一些沉浸式的东西。哇，对。然后我觉得今年3月的应该也会是一个标杆，就是我们做一个线上的那个东西，一个新的秀。对，我突然想到那个火星前导课了，我们写个火星计划前导课。对。但他会用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展演出来，没错，给大家。几乎我们做了全身鸡皮疙瘩，这件事一定是对的。上帝有回复。每当我讲到就是萌生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身上都会有感觉。就是我现在也有，就是这件事情要做，它应该是对的。那时候我光租小巨蛋的场地，我就觉得这个事是对，我现在有感觉，这个是对的，你要去做。但很不容易，我不知道我讲了几次不容易，搞不好它之后会变很容易吧。我真不确定，也许会吗？不会，我觉得过了之后，我们会更谦卑，我们会知道这件事真不容易，会知道这中间有很多幸运的成分在。没有过了之后，如果下次再申请小巨蛋，你就会知道。又要。我们还会在那个场地再演一次吗？如果我们这一次，我是说阿明，如果我们这一次卖的还不错，我觉得我们明年还会再一次的。然后因为不过这次我们如果做新的歌的话，我想要拍 MV， 可以啊，可拍。但我是说，我现在做这个秀，我大部分我可能 debate 上我会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被售演的票，就是可能我们会卖到马来西亚，或是卖到新加坡我也想。对，所以我现在会是用这个方向在做这整个全部的制作，包括如果我们有某些人 fit。那这些 fit 的人可能会变成是台湾是这一个人，但马来西亚会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轮廓在，对啊，所以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我很庆幸这次所有跟我合作的团队里面，大部分的人是我熟悉的人，然后合作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突然开始不跟我收钱了，他们就突然被点燃了。那这样这个钱可以？怎么样？其他没有被点燃的还是会给你收钱。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判断谁没有被点燃。这是一个没有，他们 deny 了，我们点燃他了。小叶，好，待会。Such a hard time sleeping, 'cause I've got us on my mind, wide awake but dreaming.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